我是虐文里的反派恶婆婆，女主是我的儿媳妇，男主是我的大冤种儿子。按原书路线，我将和女明星儿媳妇一起参加婆婆驾到的综艺。在这个综艺里，我害她被网暴退圈，远走国外，亲生儿子跟我断绝关系。觉醒的我表示，拥有一个能力超强又漂亮的儿媳妇不香吗？于是我在综艺里面带头磕儿子儿媳 CP， 磕到最后，我却爆红成了国民婆婆。妈，你在综艺里面对怀熙好一点。手机里传来宋七年的声音，语气还是那么硬邦邦。如果我不是他亲妈，还真的听不出来有低头拜托我照顾他亲老婆的意思。啧，怪不得追女主追了2000多章还追不到手。你活该呀，我的大冤种儿子。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我在好好2字上加重语气。电话里的声音明显有点紧张了。妈，你没听完，我就挂掉了电话。面前的爱马仕导购小姐期盼地看着我，我点头示意，豪气地挥手。除了这个，还有那个不要，别的都给我包起来。我的儿媳妇，不用你来教我怎么疼。婆婆驾到是一款爆款直播国民综艺，节目已经播出了2季，前几季都是收视率爆表，讨论度巨高。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每次邀请的嘉宾都极具话题性。我们这组婆媳的话题性就在于灰姑娘大明星和豪门挑剔婆婆之间的爆点。不得不说，狗节目组挺会选的。说实话，没觉醒之前的我，确实如他们的愿，各种为难江淮熙，满足了观众爱看的婆媳撕逼抓马场面，为节目带来了不少流量。可是录制综艺的前一天，我突然觉醒，发现自己原来是一本虐文小说里面的反派恶婆婆。主要负责的任务就是棒打鸳鸯。女主江淮熙优秀、努力又上进，并且和宋七年感情深厚，两人经过百般波折、种种考验才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想到婚后作者还是不消停，硬是给他们派了我这个恶婆婆折磨两人。只是因为江淮熙出身低微，爸妈是开小吃店的，所以我就一直刁难她。现在觉醒后的我，想到小说里面这些年江淮熙后来和宋七年因为这件事情产生的虐心后续，瞬间心疼不已。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这次我可不能让人再跑了。节目录制第一天是让3对婆媳共同入住乡间别墅，体验3天2夜的乡村生活。这也是我第一次正面见到江淮熙本人，不愧是女主啊，长得就是好看，我越看越开心。另外2个儿媳也都是美人，但是在江淮熙的映衬下却是黯然失色。可能是我盯的时间有点久，江淮熙明显有点紧张。阿姨你好，我是江淮熙。此话一出，直播弹幕瞬间一片爆炸。我耳朵没事吧？江淮熙不是和宋七年都领结婚证了吗？怎么还叫阿姨？这对婆媳看起来真的好陌生，看来之前传言的江淮熙不被婆婆承认都是真的。灰姑娘想攀高枝没那么容易呀，跟我们这边初次见面客气的氛围不同。另外2组看起来都是其乐融融，已经进入到了婆婆给见面礼的环节。2个婆婆，一个是网红教授于明明，一个是影后朱晶。于明明的儿媳妇杜敏也是书香门第出身，看起来气质温婉，有着浓浓的书卷气。于明明给的见面礼是一对成色极好的玉镯，看得出来她儿媳妇很喜欢。而朱晶的儿媳妇秋露是新晋小花，原书中她暗恋宋七年已久，又在娱乐圈和江淮熙是对家，原书中她也没少给江淮熙使绊子。朱晶送的礼物是一条红宝石项链，秋露当场戴上。她一脸天真烂漫地跑到杜敏旁边，先是赞叹她的玉镯成色，又开心地展示自己的项链，转而跑过来好奇地问淮熙，阿姨给你什么礼物了呀？快拿出来我们看看嘛。江淮熙脸上是肉眼可见的尴尬，而秋露眼里闪烁着得意的光芒。就在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她接了个电话，神色有些诧异。什么？货拉拉？我没有叫啊。是我叫的，我淡定开口。见面礼太多，我拿不了，所以干脆叫了个货拉拉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了。我看你们年轻人很喜欢什么包治百病，所以就买了点包包送给你。此刻镜头转到了江淮熙家门口，工人们正在往下搬运一只价格昂贵的爱马仕包包。弹幕再次爆炸。天啊，别人的见面礼用手拿，我婆婆的见面礼用车拉，这是什么神仙婆婆？您还要儿媳妇吗？会上厕所会吃饭的那种，送一点点包包，这就是有钱人的一点点吗？我哭了。江淮熙呆愣当地，眼里满是不可置信。我上前一步握住她的手，淮熙都跟齐年领证了，还叫什么阿姨？虽然你俩还没来得及办婚礼，你这孩子就是太犟了，改口不一定非得婚礼啊。江淮熙满脸懵，任由我拉着手，呆呆地叫了一声妈。哎，我开心地应下，丝毫不管身后秋露满眼的嫉恨，拉着江淮熙走向别墅。到了别墅里面，我们分好卧室，把行李都安顿下来之后，在没有摄像头的卫生间里，江淮熙悄悄过来说，阿姨，其实您没有必要为了齐年做到这种地步，等录完节目包包我就给您送回去。我笑了。第一，我的名字不叫阿姨，我叫傅瑜。第二，我做这些都是出于自己的本心，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能让我违背内心做事。
第三，我停顿了一下，看着此刻满脸惊讶的江淮西。我承认以前我对你有偏见，但是现在看来你对我也是一样。那么就在这个综艺里，我希望我们能忘掉之前的所有，重新开始认识。因为之前的我们，其实也只是存在于别人口中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不是吗？江淮西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可能短时间内还是很难消化。但是他点点头，好的，妈，我知道了。这声改口叫得我心花怒放，极为满意。不愧是女主，还是比较大度。我更加坚定了认准这个儿媳妇的想法。导演组公布了第一个任务，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准备今天的午饭。弹幕飘过，网友们表示很好奇，豪门阔太们也会自己亲自下厨吗？前面的秋露可是参加过美食综艺的，她的手艺应该很好吧？哇，节目组这么豪气的吗？听说有钱人家的伙食费1个月都要上100万呢。说到做菜，我就自信满满，别的不多说，嫁给老宋这么多年，厨房种地我是从来没踏进去过。老宋是个抠门精，他一向标榜自己人尽其用。他的名言就是，如果老婆下厨的话，还要做饭阿姨干什么呢？所以论点菜，我在行；论做菜，我是一窍不通。我对江淮西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淮西啊，你就自己看着来吧，反正我老人家了，不挑食。虽然这么说，但是我没抱太大希望。毕竟江淮西是当红的女明星，行程繁忙，应该没什么时间做菜。倒是旁边的秋露一脸自信地打开了冰箱门。傅阿姨，如果您要是不嫌弃，待会儿可以尝尝我做的菜。我之前还是在综艺里面学到了一点东西的。然而话没说完，她就呆立当场。冰箱里空空如也。这时候于明明也过来问我们，冰箱里有食材吗？我们刚才找了一下，厨房里别的地方都没有食材呢。秋露气急败坏，没有，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节目组准备的也太不充分了，怎么可能呢？没有食材，我们怎么准备饭菜呢？正当众人七嘴八舌的时候，江淮西却仔仔细细搜寻了一遍冰箱，终于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所有的食材都在屋子周围，请自行寻找。哦吼，节目组够狗。原来如此，怪不得地点选在了乡村别墅。之前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院子里还有菜地、鸡窝什么的。走地鸡一定味道很鲜美。我站在鸡栏旁边，看着它们满地乱跑的样子，满脑子都是金黄浓郁的鸡汤。如果再放一把晒干的蘑菇，那滋味绝了。妈，中午你想吃鸡肉吗？江淮西问我。我还沉浸在鸡汤的想象里，不能自拔，所以江淮西这么一问，我就自然而然地点头。结果江淮西撸起袖子就跨进了鸡栏，我满脑袋黑人问号。淮西，你要干啥？抓鸡。回应我的就是干脆利落的2个字。淮西，别闹，这些走地鸡跑得可快了，你快回来，鸡栏里又脏。没等我嘱咐完，江淮西已经快准狠地逮住了一只嚣张的大公鸡，转头对我笑道：妈，你说什么？看着大公鸡在淮西手里胡乱扑腾，却又没法逃离的样子，旁边的秋露满眼嫌弃，但是顾及到摄像头，还是露出了假笑。淮西好厉害呀，不愧是小吃店长大的，完全继承了爸妈的真传呢。看着不知道怎么回应的江淮西，我上前一步，笑得一脸真诚。当然了，淮西就是很厉害呀，不过邱小姐也很厉害，想必不会比淮西差到哪里去吧。我还蛮期待邱小姐的午餐准备什么呢？这都快11点了吧，再不快点找食材，恐怕都快来不及了呢。秋露轻笑。傅姨，您放心吧，我好歹也是上过美食综艺的人，肯定不会让您失望。中午时分，大家都聚在厨房里开始准备料理。其中，于明明和杜敏他们准备的是白灼菜心和鸡蛋羹，很是清淡。秋露就厉害了，她确实让我大开眼界。上过美食综艺的人就是不一样，因为她做菜根本没有用火，全程都是在料理台上把自己拔的各色蔬菜清洗了一下，配上水煮蛋，然后摆盘浇上油醋汁，就是一份精致的蔬菜沙拉。不得不说，在镜头里面真的挺好看的。对比江淮西那边手起刀落的杀鸡放血场面，确实赏心悦目。她的婆婆朱晶优雅地拿着叉子尝了尝，脸上露出夸张的表情。哎呀，我家露露辛苦了，就上了一次综艺，就学到了张大厨的西餐手艺，真的好好吃啊！秋露眼里闪过得意，脸上却假装不好意思。妈妈，其实做这个主要是因为又好吃又能保持身材啦，这个一份才200大卡呢。啊，吃惯了这样清淡的减脂餐，真的那些油腻的东西都不愿意吃了。说完，有意无意地瞥了江淮西一眼。此刻弹幕里面都是对秋露的夸奖。哇，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不就是传说中女明星的减脂菜谱吗？赶紧小本本记下来。看起来好简单，眼睛告诉我学会了。就在朱晶和秋露对着镜头表演陶醉吃播的时候，一股浓烈霸道的香味传了过来。朱晶猛然睁大眼睛。我们的距离很近，所以我能清晰地看到久经百战的影后竟然没忍住，咕咚一声咽了咽口水。是江淮西的鸡汤炖好了，她掀开了盖子。妈，
鸡汤出锅了，您尝尝吧，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江淮西有点忐忑地看着我，我看着面前的鸡汤，金黄清澈的汤底里面浸泡在其中的鸡肉呈现出姜黄色，看起来就让人食指大动。我喝了一口鸡汤，醇厚鲜美，咬了一口鸡肉，滑嫩咸香，这手艺简直可以媲美米其林的大厨。我忍不住感慨，宋七年你小子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淮西，跟妈妈说实话，其实你爸妈就是隐藏在市井里的厨神吧？你做的鸡汤也太好喝了吧！我真诚的赞美。看着我享受的喝着鸡汤，本来吃着沙拉的朱晶两个人瞬间没滋味了。哎呀，女明星就是跟我们这样的家庭主妇不一样啊，得保持身材。这么好喝的鸡汤，热量太高了，真可惜啊！要不然真的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呢。我愉悦地分给了于明明和杜敏两个人，他们也用青菜和鸡蛋羹跟我们交换。很快，我们4个人就瓜分了一锅鸡汤，这顿饭我吃得很满足。淮西，你真的好厉害呀！人长得好看，菜也做得这么好吃。杜敏尝过鸡汤之后，俨然成了江淮西的小迷妹。这么直白热烈的夸奖，江淮西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有啦，其实我小时候是在乡下长大，我们小时候经常挖野菜抓鱼，这次来这里真的让我还蛮喜欢的。他脸上满是怀念，我在旁边若有所思。怀念乡下那种生活呀，这个简单。吃完饭，节目组没有轻易放过我们，只能说综艺的钱真的不是好赚的。这次节目组安排我们体验农活，要求我们下地插秧，体会一下一餐一饭来之不易。节目组很懂啊，知道网友就喜欢看我们这些豪门贵妇吃苦的样子。此时弹幕都是兴奋和期待。天啊，节目组真敢玩啊！笑死了！你看嘉宾脸上的表情，黑人表情包系列，已截图收藏。影后的表情都绷不住了。朱晶演技史上的滑铁卢出现了，节目组请了当地的村民来为我们示范插秧，同时他们宣布第一组完成的将会有神秘奖励。听到这个我就来劲了，我可是一生要强的富家女人，这次我绝对不会输。淮西，上午你做饭辛苦了，这次的插秧你就交给我吧。江淮西有点吃惊，妈，你会插秧吗？这个你不用担心，总而言之，放着我来吧。你好好休息，然后有空的话想想我们下午吃什么就好啦。说完，节目组宣布开始。我们3组的水田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看着他们2组远去的背影，我悠哉悠哉地在树下坐下，打开了直播，饶有兴致地观赏他们的插秧劳作。朱晶和秋露看起来很想赢的样子呢，但是一踏进水田，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崩了，等伸到泥水里面，满脸已经是控制不住的嫌弃。如果不是镜头还在直播，估计这2人都要开始尖叫了吧。毕竟秋露我了解，她是从小教养长大的，一直是以豪门大小姐自居，骨子里最看不起乡下人。而杜敏和于明明2个人就是中规中矩的劳作，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所以进程很慢。节目组看着我这样悠闲的样子，表示很疑惑。宋夫人，您是放弃神秘奖励了吗？当然不，我一口否定他们的猜想，反问道，是不是只要完成我们这块地的插秧任务就可以了？节目组虽然不明白我的问题目的，但是依然回答了我的问题。是的，看着他们都快进行了一小半，我才开始站起来。我把示范插秧的村民叫到一边，对着他悄悄说了几句话，村民欣喜若狂地狂点头。他走到我们田里帮我们插秧，他插得又快又好，转瞬间就把另外2组赶上了。节目组和网友都惊呆了，这是什么操作？为什么这个村民要帮江淮西婆婆他们啊？江淮西婆婆到底在村民耳边说了啥呀？好奇，节目组代表网友问我到底说了啥。很简单啊，我告诉他，只要帮我插完秧，我就给他10万块，我轻描淡写。有了超能力，谁还傻乎乎的在那里插秧干活呀？此刻站在地里的朱晶和秋露，顶着被泥水溅湿的脸庞，在太阳底下大汗淋漓，而我这边和江淮西悠闲地坐在树下乘凉，两相对比，格外惨烈。这一期综艺我过得很滋润，在乡下的这2天，江淮西大展身手，带着我们上山摘果子、挖野菜、下河捞鱼，还用捞的鱼和村民们换粮食。每天吃的都是凉拌野菜、蒸的粗粮窝头、炖的鸡汤、炸的小酥鱼等农家乐式菜品，纯天然有机，而且还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找到的食材做的，感觉吃起来也格外香甜。我和江淮西的感情也突飞猛进，她在我心里不再是书里那个片面刻板的女主，永远柔柔弱弱，被人欺负，等着我的大冤种儿子从天而降拯救她。她在太阳底下抓鱼的时候，水珠溅了自己一身，但是她却笑得无比灿烂，像是春日阳光，温暖又不刺眼，让人看着就觉得心生欢喜。我也明显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一开始叫我妈妈的忐忑，到后来一声声妈妈叫得格外亲热。所以这次综艺结束，我在她脸上看到了恋恋不舍的情绪。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这种田园生活啊！江淮西点点头，眼里有怅惘。可惜这只是一期综艺，让我难得感受一下，就已经很满足了。我定定地看着他，没什么可惜的。淮西，你记住，
你嫁到我们宋家，宋家人是不会允许让你有可惜的地方的。我在 A 市郊区给你买了一座山，距离你俩新房挺近的，以后没事了就可以去转转，这样我也能沾沾光，跟你一起再玩玩。弹幕再次爆炸，救命！这是什么霸总发言？我突然磕了婆婆和儿媳的 CP 怎么办？一座山，我没听错吧？我宣布，这座山被你承包了，喜欢吗？喜欢就给你买。有钱人的快乐真的想象不到。第一期综艺结束，出乎意料的是，我居然火了。网友们封我为国民婆婆，热搜头条就挂了好几个。井号国民婆婆赋予井号赋予超能力，井号一点点包包，井号江淮西也因为出色的田园生活能力火了一把。节目组虽然狗，但是创造话题的能力还有镜头的精准把控力都是顶级的。在镜头里面，江淮西的美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加持，在田园生活的背景下，显得极为清新自然，很受当下年轻人的追捧。妈，我多了好几个代言，甚至爱马仕也有跟我合作的意向呢。电话里的江淮西一脸兴奋地跟我分享。那感情好，下一步就是你给我送一点点包包了。我在客厅跟江淮西火热聊着，而我的霸道总裁儿子板着一张冰块脸，对着笔记本电脑杵在我面前办公。打完电话，我无语道：儿子，妈妈虽然年纪大了，但眼神还是挺好使的。你想偷听就直说，妈妈又不是小气人。他脸上闪过一丝被戳破的红晕，但是仍然强硬道：妈，请不要没有事实根据地乱说，我没有偷听。哦，是吗？那你一页投资报告的标题需要看半个小时吗？我看着笔记本电脑上面硕大的投资计划书5个大字无语了。一涉及到江淮西，我的冤种儿子就降智。我知道你跟淮西最近在冷战，你也很想跟他和好吧？宋祈年默然，他轻轻地点点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淮西对我忽冷忽热，我轻声叹息。你妈妈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但是又不能直说，要不然就太可疑了。这都怪该死的作者，他设定的江淮西此时因为自己的出身和职业而产生了自卑情绪，再加上有心人从中作梗，所以江淮西一直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拖累了宋祈年，正在内心各种纠结。也怪宋祈年，他一直在江淮西面前没有表露出自己内心真实的爱意，只是一直用行动表明。但是他却忘了，行动是会被有心人曲解的。儿子，这年头维系婚姻，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忠诚吗？我翻了个白眼。儿子，忠诚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这一点已经具备了，所以说点你没有却有很重要的东西好吗？宋祈年冥思苦想半天，才一本正经道：妈，我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是我没有的东西。我直接被他气笑了。我把一本说话的艺术放在他面前。追女生最重要的是要有张会说话的嘴，也就是俗称的沟通，懂吗？带着我的话，好好读读这本书吧。宋祈年拿起书来，若有所思。第2期综艺的录制地点是在国外的著名度假海岛南尾岛。节目组挺大手笔的，他们在南尾岛租赁了一个当地的餐厅。我们要在这里待1周，负责经营餐厅，完成招待100位当地客人的目标。任务如果圆满完成，我们就可以获得去度假小岛享受超豪华度假的奖励。对比上次插秧种田，节目组这次总算是做个人了。并且节目组的 PD 告诉我们，考虑到我们可能会有语言不通的情况，所以这一期每一组他们都邀请了神秘嘉宾助阵，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大家一定很期待自己的神秘嘉宾吧？提示一下，来的嘉宾都是大家认识并且很熟悉的人哦。有3个礼物盒被运送过来，分别放到了我们面前。1号礼物盒打开，来的人是于明明的老公，国内知名大学的教授杜长轩。他高高瘦瘦，戴了副黑框眼镜，一派儒雅风度，让人有一种亲切感。2号礼物盒打开，来的人应该是朱晶和秋露的神秘嘉宾。她穿着一袭黄色的长裙，耳边簪着一朵同色系花朵，光从背影看就已经看出来气质绝佳。但是她转过身来，却让我大吃一惊，竟然是她！她怎么会在这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是以后造成我的冤种儿子满世界追儿媳妇的一大原因。如果说我是头号反派，她的排名就仅次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闺蜜玉若兰，刚从国外留学归来。说起来，傅姨，若兰从小和祈年一起长大，你应该也很熟悉她了吧？秋露娇笑，但是眼睛里面却闪烁着恶意。呵，这是找外援来了。傅姨，好久不见，我淡淡的笑，确实好久不见。若兰旁边的江淮西明显紧张了一些，她的脸色肉眼可见的苍白。我握紧了她的手，淮西，不好奇咱们的神秘嘉宾是谁吗？说完，3号礼物盒打开。宋祈年、秋露和玉若兰同时惊呼，明显没想到一直不喜欢镜头的宋祈年竟会出现在这里。而宋祈年走到我们身边，牵起江淮西另一边的手。淮西，我来了。宋祈年低头和江淮西对视，笑意温柔。此时直播的弹幕直接爆炸。天啊天啊！我没记错的话，之前营销号爆料过，宋祈年有过一个青梅竹马的白月光，该不会就是这个玉若兰吧？前面的，你说对了。他们的高中照片都被人扒出来过，
两个人站在一起真的是天作之合。可是宋祈年已经结婚了呀，这就是青梅抵不过天降的现实吗？哇，难道是白月光和替身的修罗场吗？激动啊！我玉家大小姐从国外回来了，这次我失去的要一起拿回来。宋祈年和江淮西在一起也太般配了吧！西岐 CP 就是最溜的，大家在小岛餐厅里面坐下来开会，想先决定一下个人的分工。杜敏首先提议让江淮西来做大厨，淮西姐姐上次做的菜，我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呢。要不是我们两家离得太远，我都想厚着脸皮去蹭饭呢。而且上一次食材还不够丰富，这一次我去看厨房了，里面好多食材，淮西姐姐这次肯定能做出更好吃的菜。她看来是真心实意的小吃货啊，眼睛里闪烁着憧憬的光芒，显然已经沉浸在想象中的各色美食当中。收银员就让祈年来做吧。玉若兰轻笑，当初数学满分的金融天才来收钱，应该是小菜一碟吧。然而我的冤种儿子没有让我失望，他面无表情的拒绝，不要，我喜欢在后厨洗菜刷碗。玉若兰表情一僵，秋露出来打圆场。哈哈哈，若兰，宋祈年他是绅士风度，主动干最脏最累的活了。我叹了口气，悲悯地看着惺惺作态的两人。我儿子呢，只想跟我儿媳妇在一起，帮他打下手，至于跟他在一起是刷碗还是洗菜都无所谓，懂吗？虽然宋祈年还是面无表情，但是我可以看见桌子底下他默默握紧了江淮西的手。江淮西脸上浮起一片红晕，眼神里流露出甜蜜。哼，傻狗儿子，都怪作者没给你设定好好说话，害得你亲妈来给你当嘴替。我一想到原著里面最大的一个误会，就是因为我的冤种儿子没长嘴巴，不知道解释，就不由得气打一处来。这一次你说不出口的话，我来替你解释。弹幕一片欢乐，哈哈哈哈！西岐 CP 表示，我们的售后有婆婆保证。扬眉吐气，前面的胡乱造谣什么？我们淮西才不是什么狗屁替身呢！霸道总裁秒变洗菜大师，穿围裙的样子爱了。很快大家分好了工，杜教授因为精通当地语言，也能说会道，于是我们派他担任接待这个重要职位。而玉若兰负责采购，杜敏负责收银，剩下的人负责招待客人。江淮西的厨艺真的不是盖的，我们的餐厅虽然开张了只有1周，但是却吸引了当地很多客人，甚至还有客人坚持要厨师出来给小费。每当这时候江淮西匆匆出来感谢的时候，又会因为长相被狠狠夸赞一波。甚至有一个帅小伙当场表白，这我能忍吗？我用英语流利地对他表示他已经结婚了，而我就是他的婆婆。帅小伙惊呼不可思议，说我在骗他，我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儿子？杜敏笑着赶紧跑到厨房去搬救兵。宋祈年穿着小猫围裙，气势汹汹地就跑出来宣誓主权，而帅小伙当场一本正经地表示，我是有操守的，不招惹已婚女人，所以你介意我当你的继父吗？当时宋祈年的表情荣登年度10大表情包，弹幕都快笑死了。宋祈年，你想要撬我老婆，现在又要撬我的老妈。说实话，婆婆真的很好看啊，一人血书求保养秘诀，笑死了。老宋总表示我还没死呢，托淮西的福，我们的任务提前顺利结束。于是我们晚上办了个庆祝 party，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难得的秋露没有阴阳，反而各种热场子跟我喝酒。玉若兰也跟着一起敬酒，说当年一直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不但有好吃的好玩的，祈年哥哥也很照顾她。虽然我喝得多，但是我还是很清醒啊。若兰，你这可就不知道了吧？祈年之所以照顾你，完全是因为你妈妈当年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一直叮嘱祈年，尤其你又比她小，是吗？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很怀念那段时光。玉若兰看着宋祈年和江淮西在海边散步的身影，脸上黯然神伤。清晨，餐厅边的小树林里，高大的树木是天然的遮掩物，镜头和摄像机都触及不到这里。树林里有2个人站在那里，是玉若兰和宋祈年。玉若兰在拉着宋祈年的手臂，不让他走。祈年，我没有想到，当年我的不告而别对你的伤害居然有那么大。玉若兰渲然欲泣。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结婚了，我真的很后悔，真的。我不想聊这个话题。为什么？难道对你的伤害大到不愿意有丝毫回忆吗？你这样对江淮西也不公平。如果以后他知道他是我的替身，你觉得他还有脸面在你身边待下去吗？而我潜伏在树后，东张西望，终于找到了目标人物，无意中散步路过的江淮西。救命！就是因为这段对话，就让江淮西误会了我的儿子100张。我匆忙过去按住要走的江淮西，他眼中含泪，明显一副不想多听的样子。我按住此刻被打击到的江淮西，比了一个虚。淮西，相信祈年，继续听下去好吗？祈年，如果可以，我只想让你接受我的对不起。祈年，你说吧，无论多难听，我都可以忍。一直沉默的宋祈年终于疑惑开口：玉若兰，你出国留学的费用是我妈妈拿我的学费资助的你吗？如果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老是一副苦大仇深对不起我的样子呢？玉若兰被噎住了。你不是一直喜欢我的吗？这里也没有外人，没有摄像头，你不用再掩饰自己了。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啊，你未免太自作多情了吧？宋七年毫不客气地回应。我承认，小时候因为被我妈妈胁迫，所以格外照顾你。如果因为这个你产生了误会，我对此感到抱歉。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江淮西？难道不是因为她长得像我吗？宋七年毫不客气。明明淮西长得比你好看多了，你为什么说她长得像你？更何况，在你的眼里，我就是个单纯喜欢外表的肤浅男人吗？我喜欢淮西，从来都不是因为她的长相。在我们的圈子里，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太多了，但是执着地追求梦想的坚韧乐观的江淮西只有一个，我的好儿子，干得好！我简直泪流满面，感觉说话的艺术没有让他白看。听到这里，已经没有继续的必要了。我看着此刻脸上抑制不住开心的淮西，老怀甚慰。趁着玉若兰被打击得呆若木鸡，我拉着淮西赶紧开溜了。这一期综艺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所以安排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另外一个小岛享受豪华度假服务。在飞去的路上，杜敏叽叽喳喳地和淮西聊个不停，各种期待。到了度假的小岛，所有人都被看到的一切惊呆了，除了我和宋祈年。白色的沙滩上，铺天盖地的粉蓝色花朵一直蔓延到海边，处处可见的白色纱帘营造出梦幻的氛围。淮西，一开始我说过，祈年和你都太忙了，没有时间准备婚礼，所以这一次难得这么好的机会，我就跟节目组商量了一下，第一期我们赢的神秘奖励就是给你补办一个梦幻婚礼。看着淮西惊喜的笑容，我瞬间觉得调了40架直升飞机空运鲜花真的值了。夜幕下的烟花次第盛放，而宋祈年挽着江淮西的手相视而笑。这一次，虐文终于提前有了圆满结局。